Hello，生日处分呢，就是心存健康之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1+1和啾健康咖双频道直播，我是啾。那我们今天呢要聊的主题，可能跟每个人每天都会亲身经历。比如说呢，睡醒之后腰酸背痛全身硬邦邦，甚至觉得比没睡还累。那你觉得是床垫、枕头的问题吗？或者有可能是您的睡姿惹的祸那我们也想知道，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知道大家的习惯。我想请问一下你是仰睡派呢，还是侧睡派，还是有自己独创的睡姿？赶快在直播间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看看有没有人跟你一样。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个小小的互动测验，就是在聊天室你可以打出你的睡姿代号，比如说你是 A， 你是仰睡派 ；B 就是侧睡派；C 就是趴着睡；D 就是翻来翻去派。那我们想知道，就是到底直播间里面哪一派的人会最多 ？A、B、C、D 帮我们留言一下。OK，好，那我想呢，其实等一下我们会今天呢，我们特别等一下节目过后呢，我们会来看看哪一派的人最多。好，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专家大咖，就是脊椎保健达人，同时也是身体智慧有限公司执行长郑云龙老师。今天郑老师会告诉您好睡又不酸痛的秘诀，同时还会教你一套超简单的睡前放松术，同时会告诉您怎么来挑选枕头。今天晚上就可以马上试试看。好，那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想了解的朋友，请继续收看直播，记得先订阅，开启小铃铛。Hello， 郑老师您好。Hello，舅舅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郑老师，今天真的大家很期待，连我个人都非常期待。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肩来肩去，或者仰睡侧睡都不行，趴着也是很痛苦，还长皱纹，到底怎么办？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想请教你，很多人真的都有睡眠的问题，有的人是睡醒比没睡还要累，我真的曾经也这样子，腰酸背痛那很多人就会说，这个是床垫或枕头。其实不是，是睡姿才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素。郑老师，请教你是，怎么看呢？嗯，到底是睡姿，好，还是枕头，还是到底什么问题？我们这边的来上课的同学很多人说他换了10几颗枕头都找不到一颗他喜欢的，然后也一天到晚真的，在换床垫哦。那我就跟他讲说该换的不是枕头，也不是床垫，该换的是你这个人。这样怎么讲呢？真的，你知道吗？我们人嗯现在呢，生活形态的关系都动态少，就久坐的因素所以嗯，肌筋膜是粘滞的，也就是说，只要你一个时间不动，就容易导致酸痛。更何况睡觉那么长的时间，你就算翻身动作也比较小。所以呢，在一个晚上不动起床之后，很多人会肩颈酸痛、僵硬，然后腰痛甚至于这个过程他会睡不好所以我常讲了，就是说睡眠的姿势很重要。我们要分为说，我睡觉前我能不能稍微伸展一下？那睡觉的过程当中，我的姿势的摆位跟你的个人的状况能不能有一些调整的睡姿？还有呢，能不能在睡觉前的睡姿做一点延伸的一些技巧然后最好是起床做一点伸展运动，所以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床垫重要，枕头也重要，你的睡姿也重要，平常生活形态也更重要。哇，所以缺一不可。那么刚才其实郑老师您提到说，睡醒身体其实真的会是，僵硬。那刚才我们看到一些对画面，我自己也是有这个经历。那您有教过一组简单有效的睡前放松的动作，就是不对。仅我们睡起来醒过来，身体不会硬邦邦，而且还可以提升睡眠品质。我想这个方法在 social media 上面很多人分享说，很有效，很有效。所以拜托郑老师，可不可以现场来，请您再教我们一次？那观众今天呢试完之后，马上可以看看有没有很好睡。来，郑老师好，睡觉前像我现在坐在床边其实第一是个动作就要动动你的肩膀跟脖子，然后再来要做一个侧躺画圆的动作。我先做一下肩膀的动作。其实你坐直的时候，最好用手肘向上的方式把它拉到最开，再沉下来，就是做这样子的扩胸活动的伸展。再来把手放在脖子后面像这样子的方式，稍微做搓揉或者单侧做转头的动作。也就是说，你右手放在脖子，就看向右边，
左手放在脖子看向左边，这种很温和的大范围的动作，对肩膀的放松是会让睡觉会比较好的。但是啊，身体的这个肌肉筋膜要比较大的延展，所以接下来这个动作侧躺画圆也是在社群媒体上很流行，大家很喜欢的动作，口碑很好。来，首先要侧躺。然后侧躺之后呢，大腿跟身体呢要呈现135度，也就是说伸直微微弯曲就可以了啊。然后你最好可以躺在床上，其实铺瑜伽垫在地上也可以，像我现在躺在床上也可以，侧躺在枕头上，上面这只手像是沾了墨水的毛笔，沿着身体画一个很大的圆圈，拉长、延展，拉到最高，慢慢的手心向上往后打开。我躺下来一点哦。好，那这个动作呢，特别是在拉到侧面延伸的时候，往后躺的时候，再把手心打开来，呈现一个大字形。然后记得哦，这时候你的呼吸如果很快，这样很快的喘气，这样会让你的交感神经又亢奋起来了。所以你要抑制自己想要很快呼吸的感觉，要吸气，然后吐气延长一点。这时候诱发放松的这个感觉出来，让副交感神经也活化起来，然后3到5次缓和的深呼吸，再回到大腿、屁股的旁边，手心向上，再转第二圈，你就会发现啊，这个第二圈之后就松的更多了，两边左右各转2圈之后，你就觉得身体就很放松。好，那如果你会腰酸的人呢，就是你站着可能骨盆有前倾，腰部有空隙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适合在睡觉前躺着的时候，然后呢，屈膝之后稍微抱着膝盖往下巴的方向，稍微在床上这样子抖动。这个动作呢，也能够很好的放松，然后接着把脚放下来，从下半身做扭转的动作，从这个1 2 3 4的4阿拉伯数字4的动作去做向右扭转跟向左扭转这个动作，然后做缓和的深呼吸跟放松。那这样上半身侧躺画圆，下半身做4字的下半身的扭转，然后中间加上抱膝。你会觉得，身体就觉得很放松，这是很简单的睡前放松的动作。朋友们，你可以试试看哦。是，谢谢郑老师哦。放松技巧，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很多人睡前可能还在这边滑手机，但是不要担心，你赶快接着下来做这些放松的动作，可能会让我们今天更好睡觉。还有的人可能会睡前想说喝杯热牛奶、温牛奶可以让我们更好睡，但是其实我们前不久才告诉大家，你喝热牛奶可能会让你做噩梦。所以我想这个放松的技巧非常重要。好，接下来就要进入今天的重头戏了，就是睡姿。我想大家的睡姿真的百百种，记得帮我们留言一下，看你是到底是躺着仰着睡、侧睡还是趴着睡。OK，A、B、C、D，你挑一个。那我们想请教一下郑老师哦，如果以脊椎健康的角度来看，您会最推荐哪一种睡姿？嗯，当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哈，因为是，有人支持右侧睡，有人支持左侧睡，然后有人要仰睡哦。那事实上我先讲哦，如果你的背部循环比较不好的人啊，就背部一直很紧绷的人，通常你仰睡的时间有时候没办法太久，因为你的身体重量压在后面的这个脊椎跟周围的肌筋膜上面，所以循环不好的人他其实没办法仰睡很久啊。所以我觉得最好的睡姿，正确答案就是说最好是左右都轮替。可是呢，你在做仰睡或侧睡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情，你不能影响到你自然横膈膜的正常呼吸哦。也就是说，你如果枕头睡太高，那你就算是仰睡，你枕头过高，有点像低头，或者从侧面看，会是被推出去这个状态，你自己会发现呼吸就很闷。那有的侧睡会去挤压脖子跟肩膀，这个是姿势呼吸也会很闷啊。所以我的支持是说，仰睡为主，侧睡其次。但是呢，不管是仰睡或侧睡，一定要随时觉察一件事情，叫做好呼吸才是好姿势。也就是说，你的睡姿要在一个能够让你呼吸很顺畅的状态下，因为连睡觉的呼吸都没有办法很平顺的话，你就代表你的横膈膜受挤压。所以呢，我们要讲睡姿的第一个基本功，就是要知道什么叫做正确的呼吸，然后有意识的照见自己在
睡着之前的仰睡或侧睡的姿势下，要做深呼吸的觉察所以大家先跟我说练习，这是基本练习。因为我们待会要讲睡姿的时候，我就会问你呼吸顺不顺来，各位请坐直你的身体，或者你站直你的身体。如果你躺着的话，身体延伸一定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温和的把空气水平吸到肚子。你会发现你这时候呼吸是很顺畅的，对不对？好，那如果呢，你是把头往后仰这个状态，你会发现你呼吸会比较费力。那如果你低头呢，那你再深呼吸，你也会觉得呼吸比较短浅。那如果你是全曲的身体各位把身体垮掉，然后深呼吸，你会觉得呼吸很闷。好，那所以只要有闷的感觉，我们要先学会什么叫做呼吸很顺畅的感觉，什么叫做很闷的感觉那你来看一下老师的侧睡如果我今天侧睡的姿势用的是一个比较不适合我肩宽的枕头，因为我的肩膀很宽那像这样的枕头，那一定不够高嘛所以我侧睡的时候，我一定在侧睡的时候头就会倒一边。那虽然是侧睡，可是我为了要让我的头不要倒那么多，我就会耸肩，甚至会挤压。还有人会把上面这只手整个趴过来，然后屁股比较大，膝盖比较小。小帮手帮我照一下膝盖所以很多人就会把脚这样跨过来，所以整个侧睡就变成侧趴睡，然后这时候呼吸就会很闷。你深呼吸就知道是闷的。如果我反面给大家看，就会知道老师的意思。这样子再加上然后你深呼吸就会闷，所以这个腰椎就会挤压，然后肩膀呢就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怪模怪样。那所以就算你是侧睡，但只要你姿势的摆位不对，你呼吸一定会闷，那姿势就不对所以仰睡侧睡没有正确答案，但是你不管怎么样，你的呼吸一定要顺畅。是，我想其实我们在收集睡眠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真的很多人就是想要仰睡，但是呢，只有侧睡才可以睡着，甚至有时候会好像就是出社会工作，有的人就说，我出社会工作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办法仰睡，只能侧睡。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郑老师，像我个人也会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也很喜欢仰睡，但是有时候发现仰睡怎么会睡不着呢？然后侧睡反而就好睡，这个是身体出现什么状况吗？或者有的人会仰睡的时候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样？如果你有+1，就会手会像手把它举起来，不知不觉就高举起来，好像有点像万岁型的这种姿势。那这个是跟压力大有关系吗？ OK，好，我先讲一下就是嗯，仰睡的姿势，很多人习惯膝盖上面垫个东西，有人喜欢像是海星那这个对对，就是那个手举高的那个姿势，你刚才讲这个然后呢，当然侧睡它会更有安全感所以这个因人而异，所以我觉得我先讲一下，我从脊椎保健力学的角度来看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我们的肩膀比较僵硬的人，他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并没有规定，也找不到任何的文献支持说这样子睡是绝对被禁止的。好，我先讲但是这样子睡在什么样的族群是需要被禁止的？就是说，当你会睡到手会麻，那就代表你的胸廓，我们有一个名词叫胸廓出口综合症，就这边的斜角肌的肌肉呢，已经因为举高跟锁骨的相对关系，造成神经跟血管的压迫，所以你会手麻。所以只要有手麻的状态，就要改掉这个手这个想要举高的这个问题或者你发现手麻、手胀，或者是胸闷或者是肩膀痛因为呢有一些文献有在讲到，例如这个叫做50肩的人，肩关节粘连的人，这个情况下会加重他的问题，因为他把角度变得比较狭窄了对肩关节不好。所以如果不是有手麻、手胀、胸痛或者是这个肩关节问题的人，其实这样子是没有绝对不行的。但是有一个警讯要提醒你就做这个动作相对来讲，对肩膀紧的人，他一举高，这个肌肉就比较放松了。所以你要考虑的是，平常工作的时间，还有上班的时候，坐着的时候，是不是都圆肩驼背这样子更容易想要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的习惯，我还是奉劝你要把它改下来尽量不要放在上面。那你可以把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仰睡的时候放在我们的下腹部，这个时候都是很可以的好，那侧睡当然也会有安全感
当然蛮好的。但是侧睡呢，要注意的事情是，如果你的肩膀侧睡到肩膀会痛的话，那可能就要调整我们侧睡的姿势。好，那我要不要先讲一下侧睡的姿势，好吗？当然，请可以哈，郑老好，来，师对帮那我我们示讲一下侧睡的范一下。姿势。那在讲侧睡姿势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在讲姿势这件事情，可能牵涉到枕头会有关，包含仰睡。那侧睡是比较小复杂的哈。那这是一个一般的枕头，我想调查一下各位观众朋友，你现在在睡觉的枕头是全部是平面的，还是有中间低两边高的叫蝴蝶枕哈？如果你用的是平面，请按1，好不好？如果是两边高中间低就按2。好，让纠结帮我看一下，到底是好，一般平面的多，还是蝴蝶枕多哈？那我先必须跟各位讲，我们在侧睡的时候的错误姿势的养成，就是你没有挑对正确适合你的枕头。如果你是喜欢侧睡的人，但是你偶尔也要仰睡，那你就要分辨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当我是量身高站立的时候，我的后脑勺，我做的给大家看好了哈。我的后脑勺跟墙壁靠着墙壁的时候，我的距离其实不是很大，代表以我郑老师的体型，因为我是属于比较宽的，而不是后背的那种体型，我的仰睡是不需要太多的高度啊。如果我的仰睡高度很高，我就会变这样子，会变这样子。OK，可是呢，我在侧面面向墙壁的时候，我这边的空隙就比较大。OK 哈，所以呢，我就会教各位，我自己到饭店。通常饭店的枕头都比较软，当然他们有2个枕头给我，但是呢，我都觉得2颗枕头叠一起太高，单一颗枕头呢，我觉得又太低，特别我需要侧睡的高度，所以我会做一件事情，我会在枕头，我先讲好枕头的调整，再教大家怎么侧睡哈。好，枕头拉开之后啊，不是可以放东西吗？我都会把饭店的毛巾折成一半，放在左右两侧。那我就可以创造出一个两边高中间低的状态。好，例如这个样子哦。那这是老师在教室里面会提供给我们的学员，这是一个软垫，你也可以自己制作，或者用毛巾。然后呢，来看一下这里，我把它塞到这里面之后，它就增加了厚度。那它可以一本书，它可以是毛巾，它可以是我们饭店的这个东西。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到说，我的仰睡区比较低，但侧睡区变高了，这样知道意思吗？哈，所以我可能需要塞2个。好，我的那个可能被拿走了，但是就是我这里有个高度。好，那好，所以我这边我现在先讲两边都要比较高的高度啊。好，那我直接拿我惯用的这颗枕头。那以这颗枕头来讲，它就是所谓的蝴蝶枕，中间低，两侧高，甚至于我两侧呢，我可以去调整它的高度。好，那我把两侧调到高度最高 ，OK。那当它两侧高的时候，我在侧睡的时候，我仰睡，我才能够找到我额头下巴几乎是水平，或额头略高于下巴这样的角度。可是呢，我如果在侧睡的时候，我就能够到比较高的区域。然后呢，记得哦，你要侧睡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手像照镜子一样，这叫美人照镜，好，这样叫照镜子嘛，对不对哈？对，然后借着像照镜子一样的角度去抓枕头，所以你侧躺的同时去照镜子，然后扶着枕头，把头往床头的方向推上去，我的身体呢就会被这个枕头托住。所以你会发现到专门侧睡用的枕头，它长什么样子？给大家看，你有没有注意到它是长这个形状的？为什么？因为它是让我们侧睡的时候可以这样子。好，那这个是相对比较讲究，你也可以比较讲究，但是你高度至少要对，因为你的肩膀宽度要高。所以你们第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是买蝴蝶枕，你买的枕头是一般的枕，你先做一个试验，在枕头的两边塞高度，然后让你仰躺的时候比较低，到侧睡的时候比较高。所以仰睡要在仰睡区，侧睡要到侧睡区。好，那侧睡的时候，我刚才忘了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脚哦。这个脚呢，在侧躺翻过去的时候，当我侧向右边的时候，我翻身，那么我的脚很容易，有的人啊习惯蜷曲在一起，就是像这个样子。
就是给他一个足够高的高度的枕头，他还是会低着头。小帮手，你可以从侧面拍一下，还是我翻那一边，可以吗？这样可以哈。好，所以会变成是大腿跟身体的角度来到了将近90度，这样太多了，所以最好就是135度，因为135度就像我们做瑜伽的预备动作，大腿跟身体135度这样的角度，这样的角度叫做90度，这样叫130啊，130度。135度，那这个宽的角度就是骨盆中立的角度，所以我们翻身就是要来到这个角度。OK， 好啊，然后头就是要到像照镜子这个方式。那你会说，老师，我睡着了，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的姿势对？所以我们在讲的是，你还没睡着之前，你就要让身体摆位，我们专业术语叫做摆位，摆在一个你发现你侧躺的姿势，耳朵跟肩膀可以离开，然后呼吸很顺畅。至于你要准备睡觉的时候，手要怎么放都可以啊，就是例如我的手呢这样放没问题，这样放没问题，这样放没问题，这样放也可以，对，都可以。只是你在翻身的时候，那个美人照镜的动作做出来，这个动作可以避免你耸肩，因为做这个动作肩膀就会放下来啊，就避免你耸肩去睡觉。所以你睡到天亮发现肩膀会痛的人，大部分都是你的肩膀没有摆好，或者是做挤压的动作 ，OK 吗？哇哦，好，郑老师，我觉得你已经解说了刚刚这段的解说，示范的解说之后，我就发现我个人的一些问题，就是我就是侧睡的时候就会觉得肩膀痛，可能就是我没有做美人照镜的这个动作。那另外呢，我想其实刚才很多观众也留言，就是他可能会选一的人，就是他平面的这种枕头是比较多的。那所以对。选一的枕头，这种睡起来是不是会比较影响到侧睡的姿势呢？对，谢谢舅舅提醒哈，因为这其实不是很多人在重视的事啊，所以舅舅是很棒，我们有做这个节目，就是我只要有枕头靠一下就好。那我先给各位一个概念哦，就是这一颗枕头就是一般型的，就是说它平面的这种枕是头哈。那当然它也有可能有这个叫做人体工学的形状，只是它没有分侧睡区、仰睡区。那像这种枕头，这两个对小帮手照一下，就很明显的差异嘛哈，因为像这就比较高，这就比较低，对不对哈？好，是，那么如果我们在睡这种枕头，我想演示给你们看的是，以我的肩膀，我需要更高一点的，而且它是软的，好，一般记忆枕都是软的，所以呢，我在这个之后的，我在这个情况下，我头一定会因为我的支撑度不足，而让我的身体去扭曲，来配合它的高度不足。那这个地方我离开，你就发现了我身体呈现一种蜷曲的状态、耸肩的状态。然后，如果我的手趴过去，就叫做挤压的状态。有很多人会因为枕头不够高就趴过去，所以这个高度，所以我才讲，如果这是我的仰睡区，那我翻身我就要来到侧面，这叫侧睡区，所以我就要想办法把侧面垫高。你的柔软的这一面没有变，那你上面可以垫高，例如你塞毛巾，那你再过来之后稍微高一点，你这个支撑的位置就比较够，而不会塌下去。塌下去你就容易变形，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这样。是，我想，所以就说，如果我们在选枕头的时候，如果你是习惯侧睡的话，那可能就是你在挑选枕头要适合自己的侧睡习惯。那对，另外当然要睡姿是很重要的。那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会把双手举高嘛，有一些嗯，疾病，像是腕管隧道综合症的人，他在睡对对对，觉的时候夜间会有一点麻木，或者是也会采取仰卧啊、双背向上伸展的这种睡姿。那这种睡姿嗯。跟颈肩上肢健康会不会有关系呢？哎，有哦，嗯，其实我们就是你这样问呢，就让我想到非常多会因为是我们身体的状况而不得不改变睡姿的，所以有些尝试还是要让大家先知道。我先讲一下晚睡到症候群哈，嗯，晚管症候群或晚睡到症候群，其实都是讲的我们的正中神经它有压迫的哈，就是它的滑动也比较差，流动也那个叫血液的循环也比较差。那这种呢，很多人蛮多的。他都是夜晚会麻到醒过来，那白天倒还好，但是因为他白天有在活动，
那夜晚为什么会不好呢？因为他夜晚不由自主手会蜷曲起来之后，手腕的角度比较小，或者往后或往前的屈，还有一个屈肘这个动作就会加强腕管的压力，就会造成诱发那个麻。那这种人他们很困扰，他们会半夜醒来好几次，就是因为手麻。所以如果你有晚睡到症候群，但是不太严重，白天没麻，但是晚上特别比较明显的人，好，那就是这个很常见。那但是你的手就记得你就暂时不太能够侧睡了，因为你侧睡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弯曲你的手肘。你试试看哦，你只要仰睡或者手放旁边或者放肚子，然后如果严重的话，要去找一个固定手腕的护具。不要让它呈现屈的状态或后伸的状态，那它腕管的压力就会减少。然后白天的时候呢，要找物理治疗师去做治疗或者伸展或是做运动。OK，那这样才能够解决。所以晚睡觉症候群它没有办法仰睡，更没有办法举手。所以如果你一举手，你会发现到，因为它手腕手肘屈，你很容易手麻，那你就要记得把这个肩膀放下来。那你就说我睡着了，我就是不由自主举高啊，那就睡觉前要去按摩你的肩膀、脖子跟膀手，不要让肩膀的紧绷导致你举高。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我也常听到很多人有那个叫做胃食道逆流，很多，那很多对。那胃食道逆流的人，他如果不太知道姿势对他的影响，他可能会一直困扰。你会发现到，我不知道在场的听众有没有人去做过胃镜啊？那你做胃镜的时候，医生一定会让你左侧睡、左侧趴去做胃镜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食道下去到胃交接的胃呢，比较多的部位是偏左边，所以那个交接的位置呢，如果你是右侧睡，它更容易诱发胃食道逆流。所以胃食道逆流的话，其实要多使用侧睡这个姿势。我讲是你不得已啦，但是源头还是要让饮食啊或者生活形态等等的让胃食道逆流改善，或者你正在胃食道逆流的，你就不要右侧睡。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叫做对不起，我为什么讲阿兹海默？是因为打鼾是呼吸睡眠中止的前期，呼吸睡眠中止症是阿兹海默的前期。好，那因为我们这边好多的这个德高望重的长辈，或者是都是企业主或者管几万的人的，他来到我们这边上课，他就是很大的困扰，他就是慢慢有失智的征兆。可是最重要的是他的呼吸睡眠中止蛮严重的啊。那这时候我们都会告诉他，你要侧睡的方式比较好。那呼吸睡眠中止跟你这边的塌陷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加上一点点倾斜。所以呼吸睡眠中止的话，我们讲睡姿，刚才讲仰睡、侧睡，其实还有一种睡姿，就是利用床的关系把上半身抬起来。那我们讲胃食道逆流的人，大概上半身倾斜20度左右，也仰睡就可以否则你就要左侧睡那如果是那个呼吸睡眠中止症，尤其是阻塞型的那叫 OSA 那它就要倾斜大概到30度，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大家观察一下好，如果这样子，它就容易这个因为阻塞呼吸从打鼾到严重的呼吸阻塞到呼吸睡眠中止，这时候上半身就要我的按钮稍微把上半身调一下。那我们看到我上半身在调高，对，倾斜，大概是这样，这样子倾斜这样大概是20度到30度。如果不适应，你可以先从20度开始，其实还蛮舒服的，没有问题。就这样子睡。那如果你呼吸睡眠中止蛮严重，其实你可以用这样子侧睡，加上两侧偏高的枕头。我这个就是蝴蝶升降枕嘛，就是一个升降枕，就是中间低，两边高。那所以如果在有点倾斜的状态下，加上身体上半身到高一点的地方，所以右侧睡，然后又高一点，所以这样子的睡姿对有呼吸睡眠阻塞型的呼吸睡眠中止，它会通道会比较大，而这个都是有文献支持的。OK 好，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知道所以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人在买床的时候会去挑能够有这个上面或者是下半身可以有点放，因为如果说你腰痛的人的睡姿，那要怎么睡？那你如果腰痛的人睡姿，你的膝盖下面就可以垫一个小枕头，像这样子。
在腰部的地方是吗？对，就是其实不是腰部，是膝盖，大概是这样。膝盖的地方。像这样的睡姿呢，就会让他的腰放松。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屈髋的肌肉群太紧绷，他在脚伸直的时候，腿的重量会把腰拉上来，所以腰就无法放松，所以有点微屈，这样子屈曲的状态就更好。那不过像我这一个床就比较厉害，它就算没有这个，它也可以帮助我把下半身抬起来，像这样抬起来。就让我的髋关节有点微微弯曲，这个髋微微弯曲，所以这样子的睡姿，也可以让他的腰比较放松。好，OK，好，这些都是比较独特的，但是其实这都是我们可以调整，让自己更放松的一种方式，这样子。是，我想其实刚才呢，我刚刚看郑老师您的示范，而且我们谈到对了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也比较对建议他侧睡嘛。那其实也是可以改对对对，善呼吸道的一些阻塞的问题，或者是说嗯，可能胃食道逆流的一些问题。而且呢，其实刚才提到这个研究发现，要从大脑清除废物的角度来看，侧睡真对的是比仰睡可以更能够帮助排毒。那这个是有，就是真的是有科学证据的。那刚才其实郑老师你也告诉大家，就怎么样正确的侧睡啊，也不会造成这种关节脊椎的一些问题。但是还有一个哦，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提到就是侧睡，那有一个说法就是左侧睡会伤心脏，右侧睡会对胃不好。那我想请教一对下您，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还是说针对只是比如说有心脏的问题或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呢？对。其实我是认同这个说法，但是有一个前嗯，提哈，它是它对于你的影响要看于你有没有疾病或症状的状态下。第二个条哦，件是你的睡姿是否正确。好，我要这样再讲一次，如果你睡姿是正确，且没有任何心脏血管的疾病或者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你左侧睡右侧睡都是可以的。好，所以有两个嗯条件，第一个是，例如确实如果说我们心脏不好的，我们会鼓励他右侧睡啊，因为它减少心脏的负荷跟压迫，因为心脏偏左边。那胃食是，道逆流的人，我们会鼓励他左侧睡。那你换句话相反，刚才舅舅讲的是，如果左侧睡心脏会不好，或者右侧睡胃食道容易逆流，这样说法也可以。不过对于没有任何胃食道逆流的人，或者是没嗯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或者心脏很健康的人，他左侧睡、右侧睡都可以。但是这个可以指的是你没有在侧趴的状态，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一件事情，我再三强调，特别是侧趴睡的伤害最大。那侧趴睡我刚才有演绎过了，就是夹肩胛这样拉过来。那侧趴睡呢会造成我刚才忘了讲，就是你会嗯造成颈椎的退化，好，还有膏肓的疼痛，好，还有心脏的压迫。如果你是右侧趴睡的话，还有让脊椎有扭转，那我特别讲膏肓，我们的肋骨啊会从后面接到我们的脊椎骨，所以我们在侧趴的时候，例如如果我在侧睡区侧睡没问题，如果我在仰睡区比较低的状态下侧睡，我耸肩这个姿势又趴过来，它总是趴出来的，会不会？这叫做侧睡加旋转，就叫侧睡。那这个部分呢，会让我们的肋骨跟横突、脊椎的横突的关节一直处于牵拉分开的状态，所以很多的好不了的膏肓痛，它可能来自于颈椎的神经压迫，可能来自于筋膜炎或肌痛点的影响，但有一部分的人，而且蛮大部分人是肋横突的关节的偏移造成那个区域的受伤，所以它膏肓痛就好不了。大家知道膏肓痛吗？肩胛骨内嗯，侧，大概肩是胛骨内侧，大概胸椎第四椎。他有的上班族经常拿着墙壁去那边磨，因为它很酸。其实跟是。侧睡、侧趴也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是，刚才老师讲的这个侧睡趴，然后嗯，肩还转过来，我发现我就是这种睡法。如果有人这样睡的话，要注意一下了，这个可能要调整调整。我们等一下会跟郑老师继续讨论下一个不同的睡姿。我们先进入一个快速的一小段的健康选品观时间，我要给大家推荐这款是来自台湾的纳豆红曲，那这个是
纳豆红曲跟纳豆激酶，激酶可以帮助我们分解血栓，那红曲呢可以帮助我们抑制肝脏的胆固醇生成，可以有效的降低总胆固醇，维持血脂正常。那这个呢还可以改善心血管的健康，那调节我们的三酸甘油脂啊、胆固醇，维持我们的脂质平衡，对于预防血栓的形成，对中高年的朋友啊特别的有帮助，可以改善代谢以及延缓老化。那现在这个是有买1送2、买2送5的优惠，想要进一步了解，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留言。好 ，OK， 那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郑老师。郑老师，刚才您提到一些姿势嘛，就是比如说趴睡，除了趴睡这个姿势对一般人的来讲是不太好的，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姿势您比较不建议的呢？趴睡真的绝对不行啊！哈，那是，我偶尔会看到有人是单腿开的睡觉，就是他会屈膝哎，，OK 哈，就是他会把脚单腿开一边的这种睡觉。但是我说所有最糟糕的姿势一定是侧趴睡，但像这样子的这种单腿习惯非得开这一边，必须要做左右对称的运动训练，或者你的骨盆呢，因为已经张力不平衡的，我们讲的这个叫长短脚高之间骨盆歪斜啊，就走路啊会发现那个臀部啊，一边摇晃的比较严重，或者这个裙摆啊飘的一边大一边小。那这种人在睡姿的时候，他脚就会容易打开。其实他就是不由自主，睡着了也不知道这样子哦。所以这种举手投降，我不认为他非得要改掉不可。可是，一旦有症状，一定要改掉。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是其他的都还好。哦，所以举手嗯，投降是最建议要去修改的。然后刚才呢，单脚就是比如说有一点这样，三角形的这样举起来，这个对。也是要调整的。那什么样的调整是比较要调整我们的姿势，还是说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坐姿啊，或者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些姿势，是哪一嗯个部分要嗯。调呢？其实我们的人体啊，我们看到的嗯，是骨头200多根，肌肉600多条，但是还有一个是你完全没有想到的，就是你身上有一个你看不见的筋膜网络。其实人就是一个哦，连续性的张力网络，你是一张网子哦，这叫筋膜啊。那筋膜是一张网络的概念，所以你生活中要调整的，要先从你生活中会让自己是左右，比如3、7步站同一边，背东西背嗯，同一边，咬东西都不换边。男生厚皮夹都只放一边口袋，然后坐着就会被垫高哈，然后呢，这个侧睡只趴同一边。我遇到很多这样子的，就是说他侧睡姿势是一侧，那如果你正侧睡没问题，问题你又侧趴睡，而且从不换边哈，这个其实也会导致这个身体的偏移。那你要做的训练其实就是对称的平衡运动啊，所以大家如果搜寻一下，这个叫做这个强壮的强背部的背强背运动，应该可以找到这个左右对称的训练啊，或者你上健身房，只要是对称的抬腿的、侧面的伸展的，只要对称训练，你都会发现有一边比较好做，一边比较不好做，一边比较紧，一边比较松。那你就是要特别让它练到平衡就好了。然后生活中尽量不要做单侧优势的运动，例如你一直打乒乓球、羽毛球、打高尔夫球，可是你不做对称许平衡的健身训练，那也很容易变成身体偏移一边。那它其实哦。会反映到睡姿上的。哇，这个是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如果身体如果比如说脊椎歪斜啊，或者是单侧比较容易施力的话，那可能你的身体就不平衡了。在身体不平衡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嗯，康，这个非常的对重要。那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睡觉时候翻身，那翻身好像对。是大家都会经常不是睡不着的翻身，就是可能睡一睡会翻身。所以郑老师，您可不可以教我们一个在床上真的是正确翻身的技巧？因为其实如果不正确，就会伤害我们的脊椎。怎么样正对，确翻不会伤害呢？觉得你问到一个其实基本上很少人会问的问题。是吗？这真的蛮重要的，这大家都很重不太在要。乎翻身，其实它需要练习啊。那也就是练习的，你每天只要练习一遍，习惯了之后，你就会变成是一个潜移默化，你翻身就会翻得很好哦。那为什么翻身很重要？因为它会跟你的脖子位置有关，跟你的这个脊椎的排列有关哈。那我就直接把延伸前的延伸睡姿的方法跟侧身的
这个叫做翻身技巧，我就一起跟大家讲。OK， 好的，好，谢谢郑来，老师。那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身体啊，在站姿的时候，跟坐姿的时候都是要保持延伸，那叫做延伸坐姿或延伸站姿。那睡觉也得延伸，包含你翻身之后也得延伸。好，来这件事情的概念是这样，大概这样讲。当我站着的时候，我只要身体往上量身高，你自己试试看，你呼吸绝对是顺畅的。OK，那你如果是垮掉，你会发现身体是那张我讲连续性张力的这张看不见的筋膜网络就变成坍塌了，你呼吸就会变闷哈。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不希望我的舌头是塌陷的，因为呢塌陷会影响呼吸，我也不希望我张口。因为我张口会造成起床口会干嘛，那口干这件事情代表你是用嘴巴呼吸，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你额头略往后，你的嘴巴就容易张开。好，那也就是说我们睡觉需要一种延伸的概念。那侧睡我也不希望我低头，因为你低头你也会造成气管的阻塞。好，这些我请大家先做一个测试，你先量身高坐好，舌头顶在你的上颚，说错了。你只要量身高做好，你不用用力，舌头就顶上颚，试试看。你会发现你只要量身高，你的舌头就会放在上颚，就上牙齿的上面哈。可是当你把头往后仰，你会发现舌头就塌陷。当你把头低下来，你会发现舌头不会在正确的位置。好，所以这叫做延伸睡姿的重要性，会跟呼吸道有关，会跟我们身体的排列有关，跟我们睡觉的时候在静态时候的张力有关，而那个张力就会影响我们自然的呼吸能不能很深层的。刚才啾啾有稍微有带到脑脊髓液的回流，我为什么在侧睡的时候容易让回流比较好，然后清除一些脑部不好的代谢废物。因为我们通常在侧睡的姿势，如果姿势摆对的话，很多人在仰睡的时候它是会阻塞的，那会阻塞尤其是这个筋膜张力比较长。好，对不起我有点讲得太啰嗦了，赶快来看一下怎么做。第一个呢，你要睡觉的时候啊，我个人真的是会这么做，我会坐着的时候把手肘来，小帮手帮我拍侧面，手肘撑着，然后呢，我会屁股比较放松下来，屁股重量下去之后，我的腰是不是呈现一个曲曲？我要手往下，上半身往上推着我的身体，一节一节把我的脊椎骨拉长，放在枕头上。好，你可以稍微把枕头塞进肩线。好，第二个步骤，把你的手像拖排球一样的动作，把头抬起来，往床头的方向推上去，让颈椎也延伸。这个头是放松的，是手抬往床头方向拖，你就会觉得从你的肩椎、尾骶骨一直往上有一个拉长的感觉。第三个步骤，动动你的肩膀，暗示一下，让自己的肩关节放松。你的手要放下腹或放旁边都可以。OK， 好。然后第四个步骤，请把你的手做出拖排球的动作，手心向外，然后呢，抓着你的骨盆，这叫做胯骨，往下推一下。推的同时，手指头往下压，是因为我们刚才呢是在这个状态下，属于微微的后倾，那现在是稍微推一下，让它拉得更长，还蛮有感觉的哦。第五个动作，髋关节动一动，安息自己，髋关节以下放松。你在这个情况下呢，你会发现到你呼吸非常的顺畅。那前提是你的额头跟下巴是水平或额头略高于下巴，没有变得枕头太低就变这样，枕头太高就变这样，没有这样子哦。前提是你额头下巴应该是水平，或像我现在额头略高于下巴，呼吸这时候就很顺畅。好，这个就是摆位。好，那这个时候你深呼吸，告诉自己可以安心入睡咯。那接下来我要侧身哦。那侧身呢，很多人因为在侧躺的时候，他们的床是150公分宽，叫做标准床。如果是这种标准床，在我们在侧躺的时候，我的头又要到我的侧睡区，
但我的屁股如果不动的话，直接侧躺，我的膝盖一定会打到另外一半。大家知道我意思吗？你看哦，我的头要到这里来，我直接转，我的膝盖就会超过床，说错了，应该会打到另外一半。所以我们过去的人在翻身呢，会有一个不知不觉的习惯，就是他为了要避免打到另外一半，因为床太窄，150公分标准床，所以在翻身的时候，他会把屁股挪进去。然后呢，他的上半身也习惯挪进去，就要睡到枕头的正中央。所以呢，当你有仰睡、侧睡分区的枕头就没用了，因为你仰睡睡在中间，侧睡还睡在中间。这时候呢，你看看我的膝盖，虽然没有打到另外一半，但是你的肩膀就挪进来到这里，这就是不对的翻身。所以呢，翻身要怎么翻？好，翻身是这样，翻身是我要翻左侧边，我左侧睡，我要让我的上半身到左边的侧睡区，可是下半身要往右边过去。怎么做？就是屁股可以过去，身体是斜的，迎接美人照镜。所以我的膝盖还是没有推出去，因为我有挪进来，但是我的上半身不要再挪到中间了，直接翻过来。好，因为有美人照镜的这个动作，所以我的肩膀没有挤压，因为我侧面的高度有垫高了，所以我的头就没有挤压。我这只手放这里都可以很好，所以这叫正侧或者正侧躺微向后，这样的睡姿都没有问题。然后你深呼吸，因为觉得呼吸很顺，然后告诉自己可以安心入睡。然后呢，不要就在这里睡着，请你练习右翻身。因为老师建议，一个健康没有胃食道逆流也没有心脏病的人，你就很自由的可以左右翻身，不要固着在一边嘛，哈。好，来，屁股过去，屁股挪进去一点，对不对？然后我上半身一样，肩膀不要再到中间了，到右侧边，美人照镜。把头往床头的方向延展，这个姿势不管是手怎么放都可以。你就是正侧对微向后，然后呼吸很顺畅，然后再回到最中间。好，OK，好。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这个叫做一个仪式感。然后接下来你想要仰睡或者想要侧睡，哪一边来进行入睡都可以。那你就会觉得，那我睡着了，我怎么知道？没关系，你就每天练习一下翻身嘛。好，然后或者是你有一个潜移默化的暗示自己，不要挤压，不要旋转，不要趴，然后慢慢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睡姿。是，我 OK，好，想刚才郑老师您提到一个重点，其实我刚才看您在示范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些动嗯，作平常一定要练习。当你真的需要它的时候呢，你就很自然，而且就不会在你睡着的时候会影响到你的体型，因为这样子会影响你可能睡起来没有办法让你觉得，哦，你睡的就是精神很充沛，反而让你越睡越累。那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有观众在问说，请问一下，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去买那个枕头？等一下，请郑老师告诉我们这个枕头应该要怎么买。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呢，你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我们枕头怎么买？这个您刚才介绍的那个枕头吗？OK，对，好，我可以然后稍微讲，对你说，好，好，嗯，你可以稍微讲解好，一下来，是吗？我想讲解一下哈，你可对，以看到哈，就是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模型哈，嗯，是这个枕头的底部，然后哦，呢，这个模型是我的创作，所以我把它往前挪，它的颈椎支撑可以变大，然后我侧面呢这边也可以变开，等于是说我这是一个可以调整侧睡跟仰睡高度的枕头，但是是手动的哈，因为我不喜欢这个有电动的东西哈，所以就在这里调整哦。那其实它的精神是这样，就是说我要找到一个，你不一定要买这个枕头，因为我在台湾嘛哈，不见得很好买，这叫蝴蝶升降枕，你不一定要买到我这个枕头，你只要看到它的形状是两边高，中间低，那你先找到适合仰睡的高度的。那侧面的高度不够高，很简单，你只要找东西垫在底下，它就会变高了，就这么简单。你只要挑，你要挑到自己说，你不要侧面垫得太高，让你不好翻身。所以你会找到一个平衡，就是我的侧面会略高于仰睡，
好，当然每个人头型不同，但只要在略高营养睡的时候，你就知道老师讲的概念是为什么要到侧睡去，因为我要有一个很好的侧睡摆位，让我的脊椎在侧面的状态下不要挤压膏肓，不要挤压肩膀，然后呼吸很顺畅，其实就是这个精神。然后呢，也要复习一下哦，大腿跟身体不要90度哦，要135度哦，要比90度再拉开一点，就是微微弯曲，这样可以哦。那你又有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枕头大概是这样，但我想要另外一个问题，很多人说那种睡觉可不可以两脚中间夹枕头，侧睡的时候这样夹着？没有不行，你舒服就好。但是呢，你最终还是要学好老师讲的侧睡跟仰睡的那个摆位，那个呼吸很顺畅的感觉。为什么？你翻个身，枕头都不知道踢到哪里去了，所以还是要练好这个侧睡正常的姿势啦。是，我想老师刚才讲的很重要，就是你去量一下你自己平常侧睡习惯多高的高度，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要练习，因为我们平常如果没有练习，真的就是又回到原来旧的那个姿势了。所以建议大家多看几次，在床上准备要入睡之前呢，我们就知道练习一下，或者是你平常就可以练习。那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郑老师哦，如果我们平常习惯的这个姿势啊，就让人已经睡不好了，然后也想要换个动作，改个睡姿，是不是要觉察我们身体哪一个部分会出现问题呢？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当然就是睡觉前你吃东西，一定会影响到你的睡眠，是，然后或者是睡觉前情绪的波动也会影响睡眠，然后你的这个身体的肌筋膜的关节骨骼系统的酸痛，它也会影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没有学会放松的方法，就是你觉得身体很紧绷的时候，你没有放松，你也会睡不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然后当然它会有身体心理要配合的一起的状态，所以我才会说睡觉前一定要做那个侧躺画圆啦，还有我们讲那个四肢旋转啊，肩膀动一动，很温和的放松。我个人有静坐的习惯。我这个人在睡觉前一定会在律动机上面，我个人习惯去打坐，这个习惯，所以这个蛮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让自己身心归零啊。那你说有没有什么症状会让你睡不好？其实蛮多的，例如胸廓出口综合症，例如手麻，例如这个叫做呼吸睡眠中止。呼吸睡眠中止，它就每次睡觉像溺水，它会被自己的那个叫做痰啊或什么噎住，或者是呼吸堵住，就很辛苦然后还有这个叫做胃食道逆流等等都常见，还有抽筋这些都是跟身体有关，都会影响睡眠。那睡眠品质真的很重要，它其实互为跟白天的行为互为因果。它7-8个小时，可是会影响你其他10几个小时的品质。那你其他时间，你的正常的健康的生活作息，又会让它过得更好。那还有一点我特别提醒一下，今天讲睡姿这个主题，就是你的家里的灯光啊，不要用色温太高的白光，特别是卧室。到了晚上睡觉前呢，就不要再看蓝光了，那个光线，我现在讲的是光线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一起床拉开窗帘，就是那种白色的光进来，那个叫做昼夜要分明，那个昼夜节律要明确。到了晚上，不要灯开得很亮，都是那种很白光，我们尽量就是昏黄的，然后昏黄，然后做一些夫妻之间聊聊天，做伸展，点个小小的光线，放个喜欢的音乐，放个芳香疗法，OK， 那你就做一点伸展动作，然后再入睡，这样身心就比较平衡。这样听起来真的是很棒。我可以再请教一下您的问题，因为其实啊，我们经常会讲说高枕无忧，高枕无忧嘛，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啊，那我是不是挑选高一点的枕头比较舒服？那我想请教你，这个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好？你可不可以教大家怎么来挑选适合自己的枕头呢 ？OK， 好，很棒的问题哦，我可能刚才没有讲得很清楚，来，小帮手帮我来我们请家人啊帮你做一件事就是你到一个墙壁边量身高。然后呢，在量身高的情况之下，你不要前倾，也不要后倾，你要观察你的重心在涌泉穴那个位置，就是脚前足后足的中间然后你就保持这个重心在这里的情况下，慢慢往后靠近，你的屁股或你的背一定会先碰到墙壁，碰到墙壁这样就好了拿出来比着你的下巴，因为避免这样子，
好，就是这样子就放在这里，你就让自己知道说我的下巴，但是不要刻意收下巴哦。好，或者你不要用音，你就记得量身高就好了，因为我怕有人会刻意收下巴，量身高就好。额头下巴，请家里的人帮你拿着照相机拍照，额头下巴一直线，或者额头略高于下巴一点点。好，这时候拍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再多个1-2公分，大概就是你仰睡的高度，这样 OK 吗？好，这样子拍一张照片，那个照片的镜头就要对着这个墙，当做是一直线，这样知道意思吗？所以你看我侧睡，我的侧睡的时候，我的肩膀在这，那它的宽度拍一张照片，这大概就是你需要侧睡的高度，但是你要扣掉枕头下这个叫做床垫的柔软，床垫有点软，它会下陷一点点，所以比这里再少1-2公分，大概就是你侧睡的高度。这样大家知道你自己的仰睡侧睡的枕头高度了吗？大概。那利用这种高度呢，你再去挑枕头。那你先不要花大钱去买枕头，因为该换的是你这个人，你筋膜要放松。所以你可以先从原本的枕头塞东西，然后试着看看。所以其实有很好的枕头都自己挑出来的哦。OK，好，这个是一所以是这样个很好的来挑选。方法。对，是，然后再提醒大家哈，就是我常常在告诉各位，好呼吸就是好姿势的意思是说，当你额头往后，你的舌头就不会贴着上牙齿跟牙龈，所以我们透过呼吸，还有透过舌头的位置，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高枕啊。那古代你看我们博物馆啊、故宫啊，有很多那个古代的枕头啊，陶瓷的也好，玉器的枕头，他们很高。抱歉哈，古代的人的床是很难睡的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仰睡很久。所以那个高枕的高枕不是让他们仰睡的，根本就是用来他们侧睡。所以你不要误以哦，为枕头要睡高。OK，好，哦，原来对，好，是这样。对，哎，所以你看那个卧佛睡姿有一个枕头，嗯哼，那个其实就是那么哦，高，因为那是侧睡，是侧睡所以我才会讲用的。仰睡、侧睡要分开独立调整的意思，就是仰睡你没有办法睡高枕，但你侧睡嗯睡低枕那是灾难。这个是嗯，很有道理。那另外还有一些人他是不喜欢用枕头的，如果直接对。躺着，这样子对我们的脊椎会有伤害吗？应该是对颈椎啦，哦，那还有就对颈是椎。我更担心的是颈椎的这个叫做支撑的问题哦，所以它睡久了容易有颈椎过直的可能哦。当然，我现在讲这个没有很好的文献支持啊，所以嗯，就是比较属于专家类的经验说啊，所以大家参考是，就好。好，然后当然还有可能就是，你如果你的胸膛有点厚度，你又是往后仰着睡的话，对椎动脉的压迫比较大，脑部的供应比较差，所以这个也是我嗯反对。所以你可以睡，如果你不太喜欢睡枕头的人，他可能比较平背哈，就是说背比较嗯，薄，头型比较平，不是那种台湾话叫扣头，应该叫凸扣桃。出来的头，对对，比较凸的。那如果他是比较平的那种人呢，他可能不一定要睡枕头没有错，可是你去买儿童枕，就是买哦，小孩小一子的。点的，小一点的、哦，薄一点的，让你有点小嗯，的放松跟支撑。我建议会是这样，然后慢慢再去调整到你自己适合的枕头。但是它是。有时候啊，呃侧睡的时候，在没有枕头的时候，也是会挤压的很严重。对，就看我们是真的是仰睡或侧睡，或者是你的当然是要调整一下。如果你一直都睡不好，就真的要调整一下这个人的习惯了。我对对，想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对问题，您提过床垫支撑度很重要，那么我们对，想赶快追问一下，怎么挑选一嗯张好的床垫？有人嗯说是不嗯嗯嗯。是买越贵越好呢？通常我们到一家卖床垫的地方，它会有偏嗯，软的，有偏硬的。好，那他们卖的人都很清楚。其实根据文献以及我的经验，通常都是偏中间，就说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越中间的嗯，对脊椎是越好。但是要跟体型有关。如果你的体型，你的 BMI 指数比较高，体型又比较重，尤其是臀部又比较重的人，好，就比较宽大，然后体脂肪比较高。那这种呢，你要偏正常硬度偏硬一点点的，好让你支撑，才不会让那个下半身，因为最重的是屁股会塌陷下去，这个一定要注意。如果你是中等体型的话，就挑中等硬度。第二个，如果你基本上是侧睡为主的人，
其实很多人会专门用侧睡枕哦，好，所以用侧睡枕没有问题。可是你最好搭配你在肩膀那个地方，它的柔软度可能要再低一点点，就在中间硬度再偏软一点。所以现在蛮流行的，分3段，甚至于有7段的不同部位的软硬度的枕头说错了的床垫。那这样子可以让你在侧睡的时候，因为侧睡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肩膀要略微下沉，释放肩膀的压力。所以你如果睡觉起来肩膀蛮痛的人，通常这个地方压力太大，所以你就可以挑选肩膀稍微软一点的。然后提醒大家哦，根据很多的研究都有共同的倾向，你去买床垫最好要试躺10到20分钟以上，才不会挑错床垫。当下觉得舒服是不准的，有些你当下觉得舒服，其实越来越不会很舒服。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如果在稍硬跟稍软之间犹豫不决，你除了兼顾舒适性之外，我建议你选稍硬一点点的，因为你稍硬一点点，你想要让它变软，只要买1公分、2公分的薄垫铺上去，问题就解决了。或者你再铺一个被单，它其实体感就不一样了。可是你买的稍软的，你就没有办法变得更硬。然后再来也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床垫是可以让你试躺3个月的，然后可以有不满意退货的那种也很好。所以床这种东西本来就很难挑，所以我只是建议大家根据文献中间硬度，就这张床垫公司当中的中间硬度，通常都是最适合的。你就可以在这里偏硬一点或偏软一点点，大概是这样子。是，我想其实郑老师讲到这个床的软硬程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每个人是不一样。因为睡太软，确实让你睡起来真的感觉一下子很好，可是睡久了会让你腰酸背痛。那太硬的呢，也是不太容易睡着，无法所以放松，对，对，无法放松。所以就是真的你要去试躺，然后要躺20分钟。这我第一次听郑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所以还是要注意哦，不要躺就是1-2分钟。我们一般都躺上可以了，差不多，可是还是要躺时间长一点点才可以正确试出来。那另外提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刚刚讲有夫妻嘛，那夫妻在睡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在睡同一张床，有的人喜欢睡软的，有的人喜欢睡硬的，那甚至有时候睡姿互相干扰，就是这个部分呢，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对，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2夫妻那个床垫是不能分开的，当然现在有是夫妻可以分开的。如果不能分开的话，那就买一个偏软一个偏硬，就是买偏硬的。然后想要软一点的人呢，你就铺单人床的薄床垫，薄薄这是一的，个好有的1公分2公分，然方法。后铺上去，床罩盖上去，差异不大。就我觉得是这样会比较好，这样。好，我想今天呢，郑老师已经带来这么多关于睡眠啊、睡姿啊，怎么样调整啊。我想今天大家，包括我个人，都非常有很丰厚的收获，非常感谢。我们期待下一次郑老师带来更多，因为其实要讲睡眠，还有各种不同的知识，保护我们的就脊椎啊、颈椎，这都很重要。期待郑老师下一次跟我们更多的分享。好，我们今天真的谢谢郑云龙老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啾啾，拜拜。谢谢郑老师。我想今天郑老师带来真的很多实用又容易上手的这种睡眠跟脊椎保健的技巧，让我们知道原来怎么睡比睡多久更影响我们的健康。那我们有提到了睡前一些放松的动作，在影片一开始，我们直播一开始，大家记得回去看。那各种睡姿啊，还有这个优缺点啊，还有枕头跟床垫的挑选秘诀，我想今天呢，这些朋友们今天晚上就可以改善我们睡眠的一个好习惯哦。那我们想请大家先在离线前呢，在聊天室或留言区告诉我们，今天你打算先试试哪一个方法，或者是比如说睡前放松术啊，还是调整睡姿，记得留言告诉我们哦。好，非常感谢您的收看，那别忘了把今天的节目分享给常常觉得腰酸背痛啊、睡不好的朋友们，让更多人一起睡得更香甜，醒来之后更加精神饱满。那当然，我们要推荐大家，其实郑老师他有自己的课程，我们也把链接放在了留言区跟说明区里面，希望大家都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脊椎啊、颈椎啊，让我们更加健康。离线前也别忘了订阅健康1+1，还有我们的新频道啾健康咖，让我们可以成长起来，推荐给大家更多实用好用的健康知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